帮政府建10个项目，8年过去了，工程款还是拿不到，找政府要钱反被抓起来，这还有天理吗？近日，贵州女企业家马一加一的遭遇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据报道，马一加一因为向政府讨要逾2亿元工程款无果，竟被公安以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许多网友质疑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难以置信。到底是谁在寻衅滋事？据报道，民族女企业家马一加一为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建设了10个项目，包括中央扶贫资金支持的异地扶贫搬迁工程、幼儿园和小学。这本该是一桩美事，让穷困地区的民众得以改善生活环境。然而好景不长，竣工后的8年时间里，马一加一却无法拿到政府约定的逾2亿元工程款。2022年，在多次讨要工程款未果后，马一加一决定采取法律手段，找到律师执行政府的债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省高院开庭前，马一加一和他的10多名律师、律师助理全都被公安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这立刻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许多网友质疑马一加一他们只是在合法讨要政府欠款，并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政府动用公权力将其定义为寻衅滋事，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寻衅滋事罪名成为当局的口袋罪。事实上，在此前的多起案例中，寻衅滋事罪名已经被当局滥用，成为对付异议人士的一种口袋罪。比如在2022年底，四川游客因在景区微信群发言，被当地公安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而在马一加一的案例中，当地政府欠下企业逾2亿元巨额债务后，不仅拒不偿还，反而将讨债者定义为寻衅滋事，这更增加了案件的争议性。六盘水政府只愿出1200万，遭拒绝后抓捕讨债者。那么，政府欠下的2亿元工程款去了哪里？为何讨要公平款项会招来牢狱之灾？虽然政府文件只承认欠马一加一企业9000多万元，但据报道，在马一加一决定诉讼前，政府曾试图以1200万元了结所有债务，被马一加一拒绝。在拒绝和解后不久，马一加一等人即遭抓捕。很明显，六盘水政府就是想通过用少量钱打发债主，避免支付逾2亿元的巨额债务。而被拒绝后，他们便动用公权力将讨债者构陷，这种行为更显可恶。代理律师被捕后失联，1年前曾预感自己会牺牲。值得一提的是，马一加一的代理律师侯志涛在被警方拘捕后便杳无音讯，其个人社交账号也停止更新。侯志涛最后一条微博发布于2022年2月，系其系统自动发布的生日祝福微博。数日前，一段侯志涛在2022年底发布的视频被网友翻出，发现他在当时就曾表示自己可能会因代理此案而遭政府迫害甚至牺牲，这让事情的转折更显诡异和令人不安。种种迹象表明，六盘水政府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操作，他们挪用中央扶贫资金，拖欠建设者款项，却反将讨债民众打入牢狱。这种行为既不道德，也违法乱纪，其背后能否还隐藏更大的腐败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调查。六盘水地区官员曾涉严重违法违纪被查。事实上，六盘水地区官员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事件此前就有发生。据报道，马一加一承建的边陀小镇及世界边陀文化博物馆项目批复官员即为时任六盘水市委书记的李在勇，他已在2023年因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调查。李在勇的被查也印证了六盘水市政府存在腐败和违法问题的质疑。中央扶贫资金能够被挪用，企业主合法讨要工程款反被指寻衅滋事，背后都有可能隐藏更大的猫腻。此事折射中国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无独有偶，就在马一加一被捕前不久，楚朝新也披露了一起地方政府欺压企业的事例。
一名湖北企业家仅因向政府要回被强占的土地，就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楚朝新甚至质疑他就是被气得猝死的。在此背景下，马一加一的遭遇徒增了公众对地方政府无据法纪、滥用公权的担忧。它折射出中国法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民众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人治依然盛行。马一加一是否能重见天日还难说，但他的遭遇已成为法治建设路上又一道无法回避的伤痕。中国地方债危机让北京坐立不安。事实上，在此事背后，还隐藏着中国地方政府承受的沉重债务压力。这与中国近年通过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超限举债有直接关系。据官方公布数据，仅贵州一省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就高达约2万亿元，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如果算上隐性债务，实际数字可能更大。而在贵州省内，贵阳、遵义等城市的债务风险等级更已达到最高的红色，这意味着他们已陷入或濒临债务违约的边缘。面对数以万亿计的巨额债务，地方政府已经无力偿还，所以才只能通过各种手段破坏合同约定、推诿拖欠支付等来应对。这已严重损害政府的信用度与社会公信力。六盘水政府欠下逾2亿工程款，却暗还1200万，反把讨债者作为寻衅滋事抓捕，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缩影。政府为逃避债务，不惜公然违法，背信弃义。事实上，不仅是贵州，中国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地方债务风险的困扰。仅湖北一省，其政府隐性债务余额就高达3万多亿元。超高比例的地方债务使许多城市进入了危险的边缘状态。以武汉为例，其政府负债率在2021年已达到了惊人的 153.86%。也就是说，武汉市政府欠下的债已超过了该市全年 GDP 总量的1半有余。在难以为继的债务压力下，政府恐怕也会像六盘水一样，不惜采取违法手段来应对。除湖北外，江苏、山东、广东等经济大省的地方债务数据同样令人堪忧。数以万亿计的巨额隐性债使地方财政雪上加霜，也让政府面临破产的真实威胁。这难免会导致政府丧失信任感、民企家权益受损的后果出现。如果这种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地方隐性债务危机还将持续发酵，社会动荡也将难以避免。面对日益庞大的地方债务数据，北京方面也坐立不安，担心隐性债务的暴雷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据报道，国务院已于近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地方政府立即停建和缓建一批基础设施项目，遏制地方举债的增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对当前地方债务的高度警惕。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已到紧要关头，